阿弥陀佛，各位大家好，很欢喜又和各位在线上见面。我们今天依着上回的所探讨的主题，就是如何依止上师我们弟子所应该安立的心境。那上回我们提到，做一个弟子，当我们在寻找上师或师父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断气三过。就是我们就像一个法器，就如有一个器皿一样，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个杯子呢，就是不可以覆盖着，也不可以是里面是有脏的东西，再来也不可以有破洞，所以这叫断气三过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依六种想，在我们依止师父或上师在学习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法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要依六想。那首先呢，第一想是要想自己是病者病者想。为什么想自己是病者呢？因为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呢，就是带着非常非常多自己的执着、知见以及无明等等的这些负面的想法，所以呢，这就犹如一个生了一个很重大的疾病的一个病人一样，他身患重疾。什么叫做重疾呢？什么叫做很大的病灶呢？就是所谓的有三毒。这是什么三毒呢？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的恶法恶缘的源头就来自于这贪嗔痴那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喜欢的或我们欢喜的境界或对境的人事物当中，我们就会升起非常强烈的贪执它。当我们碰到一个逆境或是不欢喜人家对我们很多种种的一个挫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很大的愤怒抵抗的心态，这就是嗔恨。那再来呢，就是愚痴。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明我们常常是在不明事理当中，不清楚什么是真实我们必须该做，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所以我们会依循着我们过去的习气、无明、烦恼种种的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造下了很多种种的恶业和恶行，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承受很多的苦果。那所以在佛法来讲，我们是无明大病的病人嘛。那我们现在已经安立自己是一个生了重病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寻求医师。那对于我们所修学医止的师父或上师，他们就像一个说法者，他们就像一个医师。医师呢，当我们病人去看医师的时候，医师就会把所有我们的病灶、病源，什么原因、什么样产生的，都会把我们全部诊断出来。所以上师以及师父就像这个医师一样，对我们这个生了重病的无明大病的病人来做医疗医治。那这个他所给予我们的法教，就是上师给我们说的法教呢，就像一个药就是药物，我们要把它当作药物想，这是第三想，就是这个上师的言教或师父给予我们的教授呢，就是要当作医药想这样子。那第四呢，我们就是要在认认真真听取了上师或师父给我们的言教或是教育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如法如理的去修持修行。那这就犹如要按时吃药，就是疗病想这是第四想。那第五想呢，就是于说法者做如来想。那这里的说法者，当然就是为我们开眼说佛法，引导我们走向正道的这些师父或上师们。那他们就像一个佛菩萨在我们的面前给予我们教授，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认认真真、非常真诚的、很殷重珍惜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如来想，就像佛菩萨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教授所以这也有一句话叫视师如佛嘛，因为佛陀入灭了，在2500多年前了，他不能够为所有后世的弟子一一，他只能流传这个佛陀的正法的法教。那这些正法的法教就由这些我们所谓的传承的上师或是师父们来
总持这些佛陀的言教，来给予我们现在带给我们的一个教授和学习。就是我们要说，于说法者要起如来想，要起一个非常恭敬殷勤的这个心境来学习。那第6个呢，就是于正法起久住想。那因为我们学习这些佛法以及正法，我们最终要发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为利众生而愿成佛，来修学佛法啊。这就是前面的我们所谓的6想，就是要把自己当作病想，然后把师父或上师当作医师想，然后把师父或上师给我们的教言当作药物想，然后第4呢，要如理如法的修持修行做疗病想。第5呢，要对于这些师父法师上师给予我们所说的法教呢，就是做如来想。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佛的代言人，来帮我们来开解我们很多的无明解惑啊。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依正法久住想。那希望我们发心学习佛法，最终的我们的这个发心的原点是在于我们为利众生而愿成佛，来发这个菩提心，来修学这个佛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如果修习如理如法的依师依止法呢，我们会带来哪些利益呢？在道次第里面呢，就有讲到9种利益。第一，会得尽佛位啊。当我们如理如法依止善知识所说的言教，我们就能够很快速好像有一条捷径似的，我们就可以很快呢成就佛果的究竟果位。第2呢，就是诸佛悦誉啊，意思是说十方诸佛都会非常欢喜赞叹我们这样子的能够依止善知识来修学佛法啊。第3呢，我们会常遇善知识，因为我们在如理如法的一个方式来学习和依止，这样子呢，我们在生生世世就能够得遇亲近的善知识或是上师，引领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道路上。第4呢，是不堕恶趣，我们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依止善知识学习佛法，我们就能够不堕到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和畜生这3恶道。我们还能够在这个人天当中呢，继续在修学佛法，最究竟能脱离这个6道的轮回，到达成佛的这个佛果啊。这是第4，不堕恶道。那在第5呢，就是速断一切烦恼恶业，因为我们听言上师或师父的言教，如法如理的依法来修行修持，我们就可以断除我们贪嗔痴种种烦恼的这些捆绑这个拘束，我们不会再造下任何各种未来的这种种种的恶业这是第5点。第6，不背菩萨行，就是当我们学习一个佛法，我们依止一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们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行。这当中过程有非常非常的种种的困难，因为有师长、有师父、有上师引领着我们，督促着我们，监督着我们，让我们这一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心念能够坚持坚定，不会轻易的碰到种种的困难而退缩这是第6。第7，常具正念，因为我们呢过去都是以无明烦恼引导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种种，那因为这个妄念是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非常的巨大，那唯有在善知识的这个善巧的引领之下，能够帮助我们从闻思修次第的种种建立佛法的正念正知见，来破除种种的妄念。第8，我们会功德资粮渐渐增长，因为有善知识的善巧引导，我们能够修习5戒10善6度4摄6度万恨种种的菩萨行最究竟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修行过程当中呢，能够积累非常大的福德资粮。第
第9，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承办现前与就近的一切利益啊。我们能如理依法依止善知识来修行呢，我们就能够承办现前和就近的双重利益啊。这是在这个论点里面所讲到，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如理如法依止善知识来修学佛法，我们就能够有这9种利益。那今天呢，在这个视频呢，就和各位来做这个部分的解说。那也非常谢谢各位，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哦。